嗨，我是老板。这一集我们又要来讲避孕的话题喽。这个话题我昨天在睡前才跟我的14岁女儿正在讲，然后我跟她讲完这一切之后，她跟我说：“你讲的这些应该直接写入教科书。”我就说：“对，我也觉得。”她说学校都没教。我想说，对，为什么学校不教？好，我今天要讲的重点是说，很多人都觉得避孕是男生的责任。因为保险套这个东西是用在男生的器官上面，以至于女生就会觉得是男生要去准备，然后就会把这个责任丢给男生了，或者是他就会把要不要避孕的这个决定权给男生，然後男生多数是不想使用的。为什么？不是他会怀孕，而且他可能觉得更开心，再加上很多人会有侥幸心理，就是应该也不会啦，哪那么容易中什么什么巴拉巴拉的，经常是变成是没有避孕而发生关系。好，因为女生也没有坚持，然后女生也没有认为自己需要准备，所以就经常是意外怀孕。那我上次有开过一集，就是男友不避孕怎么办？这集好多人破防都跑来留言骂说，凭什么觉得避孕是女生的责任？既然是男生想发生关系，就应该是男生要避孕啊，为什么魏老板却觉得是女生有责任要避孕？我再重新讲一次哦，因为子宫长在你身上是你会怀孕，所以我觉得这个责任要抓在自己手上。我不是指男生可以不用理这件事，我只是指他不避孕的时候，你有责任保护自己。你也可以说 no 啊，因为会怀孕的是你。然后我女儿就说这要写在教科书。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好，那我们来讨论第一个是，如果你把避孕的责任交给男生，而男生又觉得不要避孕，顺其自然好了。好，万一不小心怀孕，很可能发生什么事？我有一个朋友，他们也没避孕，然后女生就不小心怀孕了。然后女生其实是想要这个小孩的但是男生直接跟他讲说可是我现在不想要。他们几岁？他们那时候才22、25，男生也是22、25，所以那有点早齁。对，然后男生直接说我不想要这个小孩，然后女生其实很难过，因为女生其实很喜欢这个男生，然后男生就默默的就消失了。他有提分手吗？没有，就是默默的不见了，真的就是没有提分手，就慢慢淡掉了，然后负责任但是他就是跟女生讲说我没有要这个小孩哦。他有表达过这个，然后后面默默消失了。然后女生就很难过，可是因为他那时候年纪也很轻，然后也没有什么，而且他还得自己去处理后续对，可是是他家人陪同啊。但是他那时候内耗很久，他说他放弃了这个小孩，他也放弃了自己，他连工作也都没做，他整个人就是消失。他人生大受打击。对，他就整个低谷到不行。你有问他是因为那个男的消失，还是因为拿掉孩子吗？还是都是？他已经觉得生活一团乱。对，他已经觉得生活一团乱了，因为他要拿掉小孩，然后他也失去了他自己的重心，因为其实他的重心应该是在男生身上，因为他很喜欢这个男生。然后发现他竟然是个渣男。对，男生却跟他讲说我没有要这个小孩，然后也不好好处理，就直接给我消失。对，就消失。然后后续是女生的家人跟朋友的陪伴，他才走出来的。可是很长，可是他可能耗了，他可能要这样子忧郁1-2年，他才走得出来。他好像应该有3-4年。天哪，女生啊，你想想看你的代价，你这样子耗了3-4年，然后自责，然后男的就这样拍拍屁股走人你真的是不要为了一个保险套承担后面这些事，然后也真的不要听男生说，可是不要用比较好。不要用比较好，最后他就跟你这样消失。我没有说每个男生都会这样，可是就是有这种案例了，对吧？对，本来好好的，然后一怀孕他就这样子，他就翻脸了，直接消失。对，他是直接消失，他还不是陪你处理完整个后面。没有，我是有朋友是他陪他处理完整个后面，可是他们后面变得很怪，就也还是分手了。他们后面就是一个尴尬，就是没有办法再回到像恋人的感觉，就好像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不对的事情，然后很尴尬，后来还是分手，然后他就觉得。我到底在干嘛？就只是避孕而已。我到底当初为什么不避孕？为什么要听他说？哎呀，应该不会啊，应该不会，然后就是中啦。所以我在这里要告诉很多女生，不戴套、不避孕，请你联想成备孕。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哪有随时可怀孕？对，因为你等于叫做随时可能怀孕。我不是说你故意在备孕，但是你就是随时有怀孕的可能。就算避孕，有时候都会有避孕失败的几率了，然后你直接不避孕。这个风险全部都是你在承担然后所以我真的觉得女生不要去想什么，哎呀顺其自然，甚至我发现很多女生不避孕是因为她觉得怀了也没关系，因为就算怀了她也不排斥结婚，对吧？就像你刚刚说，她很喜欢他，所以如果怀了她也不排斥结婚，因为她觉得这个男生很好，她很喜欢他，结婚也是 OK 的。她没有想过男生是不 OK 的，对，是不是？你 OK， 他不 OK， 你不能自己认为自己 OK你有没有跟男生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就算男生跟你说，好啊，如果怀孕的话，那我们就结婚。有时候也是也是骗人的也是为了不戴套说的哇靠，是不是？哇靠，真的哇靠，我意思，哎呀，他就是为了当下这一刻说的然后后面怀了，他还是消失了起来。女生真的有时候真的想一下，男生那个 moment 有时候是用小头在说话
好，他那个时候就说来，没事，如果中了我们就结婚，多 man 的嘛。所以人家都说他那时候说的话不能信。是啊，天哪！所以我就说不要再把这件事情的决定权给男生了。你不想怀，你就是要避，你不要再问他，让他决定。除非啦，他很怕，就是他很不想面对的。我不然觉得那是比较有责任感的男生。就是我不希望我们后面还要处理这些事，然后有很多的纠纷，你会怨对我或者怎么样。有些男生是想的是，你要是不拿掉，然后硬逼我结婚，我现在是，你懂我意思？有些男生想的是这个，他会被逼，对他害怕你的家长找上门，有没有被逼婚？对他有很多的原因，他反而会去闪避，可他都不闪避，然后他也不去想可能的后果，然后把这个可能的后果丢在你一个人身上，渣男几率高。很可怕、所以千万不可以自己一厢情愿觉得说，哦，怀了其实也没关系，那我们就结婚就好了。真的，他没有要跟你结婚，我跟你讲了。那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我有个28岁的女生朋友，她是怀孕之后跟男友讨论，然后男友就说拿掉好了，因为我们还年轻，就是都未满30岁，先不要被小孩绑住。虽然男友都有陪她去做后续的所有的事情，然后处理完了，但是这个女生从此睡不着觉。她说她一直想到她曾经把一个小孩拿掉。然后他就一直全台到处去拜拜，因为他一直觉得他很怕有阴灵什么东西，反正他就有深深的愧疚感。然后他说：“我不懂为什么我男友一点事都没有，他每天照吃照睡，完全没影响。可是他觉得他有创伤症候群，他一直觉得他亏欠一个小孩什么，然后他一直很怕他会来报复他、纠缠他，然后觉得他自己这辈子的运气是不是就会变不好了？巴拉巴拉。然后他说我男友完全没有在担心这些事，然后一直跟我说不要想太多。”他就觉得为什么男生跟女生在这件事情的心理负担上面落差这么大？因为子宫长在你身上，手术是在你身上做的，听进去哦。男生只有陪你去看医生，他没有被怎么样，他啥也没做，所以他感受不到，所以会有落差。不管生理、心理都是你在扛。然后我之前看到翠上讲得很好，他说阴灵为什么只有缠妈妈啊？常常都是爸爸不要小孩的欸。对。如果是两人一起共同不避孕而制造了小孩，也一起决定不要小孩，阴灵为什么只缠妈妈？为什么不去缠一下爸爸，让他睡不着？对啊，是不是很不公平呢？对，怎么连这方面都这么不公平？连阴灵都只追，不是妈妈不要你的，爸爸也不要你哦。是爸爸不让妈妈生。有一个辣椒粉说，跟男友交往很多年，他们都没有避孕，然后意外怀孕之后就结婚了。可是他们经济能力不是很够，所以就住进婆家，让婆婆帮忙带小孩。其实这个蛮常见的嘛。然后她说，她后来跟婆婆超级不合，婆婆都会言语羞辱她，然后老公又不站在她这边，还经常数落她说，干嘛都要跟长辈吵架，然后搞得我们家都家庭失和。然后她说，小孩现在3岁多，她真的很痛苦。她提出想离婚，可是老公跟她讲说，我信不信我一通电话就可以让你失去小孩监护权？好可怕、哦！你就想想看，你一辈子都不用看小孩，他就丢回来了，然后就跑来问我说该怎么办。然后我就跟他说，可是如果你完全没有经济能力，然后你没有办法养小孩，你也没有房子可以安置小孩，你现在去提离婚，确实是蛮容易失去监护权。因为法官判监护权就是看谁有办法照顾孩子，他不是看你是妈妈就会判给你。如果你们离婚，然后你老公把你踢出去，你没有婆家可以住，你没有钱可以照顾孩子，你光租房子可能就没钱了，你也没有后援可以照顾孩子，其实真的不会判给你。会判给经济能力比较好，然后有房子又有后援的那一边，所以她老公才敢这样讲啊！我就让你看不到小孩，他就因为这样，他就觉得我的未来人生是地狱了。我就提醒了他一件事情，就是其实一切就是从你意外怀孕开始产生的分水岭，你有发现吗？因为意外怀孕，然后决定生下来，然后一路住进婆家，才有这一切的。那我们思考一下，有多少女生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结了婚、生了小孩，走入这样子的环境里？然后这个时候你想回头来不及了，对，你跟婆婆不合，或甚至跟老公不合，或怎样，你根本逃离不了那个牢笼了，因为你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 hold 好自己，再 hold 小孩。可是小孩却生了，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是困住你的牢笼，那怎么办？你没有回头路嘞。可是男生好像没事反正他有妈妈、有老婆、有小孩、有房子，他没事啊，他好爽，怎么办？女生好吃亏哦。对，所以既然女生这么吃亏，你不要让自己轻易怀孕。如果你要怀孕，你一定要有跟他平等的底气，就是我今天要跟你离婚的时候，我自己也养得起小孩，我可以跟你打监护权，我不会被你威胁说监护权在我手上，你会看不到小孩哦，你敢跟我离婚吗？那不就变成说，如果我们两个已经有小孩了，但我后来发现他是个烂人，我有可能很难跟他分开。所以很多女生就是都踏入了这个问题，又不能放弃小孩，她不能放弃小孩，以至于不能放弃烂人老公跟婆家，她不能离开这个牢笼，是因为小孩。但是他又没有独立照顾小孩的能力跟资源，所以我真的觉得不要顺其自然不避孕，你后面就是一大堆这样的事情，甚至还很多人在跟我讲说，可是戴套就会没感觉，
你要不要想想我们刚刚这一些？你跟你现在没感觉这件事情很重要吗？你为了一时爽，对，一时爽，然后后面这样跟地狱一样。这时候你要不要回头来？我想说，哦，那时候一时这样子，你会不会很后悔？会不会？这是影响你往后下半场就不一样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这不能比的事情。所以，如果今天有一个男生是跟你说他会没感觉而叫你不要避孕的，他就是个渣男，就是渣男，不用讲了。因为后面的这些事情，他打算丢你自己去承担，他注重的就是我现在爽，他就是渣男。我以前的影片还不敢讲这么直接，我还会说现在我就会说他就是渣男，因为他根本不考虑你要面对的事情，或者是他就是很幼稚，他没有想到这么多，然后遇到的时候就消失，他承受不起他就直接给你消失，丢你一个人去面对，因为他没差，他没差啊，小孩不在他肚子里啊，他就消失就好了，然后你就完了，你就要去处理小孩的所有事，可是最处理不了的，而是你一辈子的愧疚感，或者是他玄学上面、宗教上面他的害怕，然后还有就是他因为怀孕男友消失的这件事情会有创伤。这些代价都是你在扛，那你是不是不要觉得没避孕没什么，顺其自然，或是很多人会觉得他没有用在里面，应该不容易。很多人真的就是会有这种侥幸心理哦。拜托你们把这集看完之后想一下，这个一点点的简单的小动作会让你的人生差很多。然后你也可以借此去注意你的伴侣是不是个好男。好男生不会随便跟你说我会没感觉，然后让你承担那些东西。一旦怎么样，那是你的事。他就只想要他眼前的快感，其他他都不帮你想。这种男生，你真的觉得要为了他承担这一切吗？可是我真的有朋友就是怀孕拿掉，然后从此就很难受孕。因为他可能伤到什么东西，他到现在都没办法。那你看他要付出的这个代价就很大啊。然后他怎么去拜拜，怎么样？我跟你讲，更恐怖的鬼故事是两个人做了决定要把小孩拿掉，对不对？然后女生就因为这样不孕了，然后男生再因为你不孕再抛弃你，说因为你不能生了。是不是王八蛋？真的是王八乌龟，真的，他直接掩面哭泣说好可怕，好扯哦。我们讲这些鬼故事都不是在吓唬女生，是告诉你就是有这种人跟这种案例，所以真的要多多保护自己，不要一厢情愿觉得说哦怀了就结，或者是那大不了拿掉。我跟你讲，我真的有听女生朋友说，我都没有避孕，是因为我觉得也没关系。然后如果真的怀了，我就自己去处理，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处理一下没什么。当下傻眼欸，没什么，没有，因为他觉得那个处理没有很花时间或花钱，他觉得没什么，就是手术什么不一定可能吃药或是伤身啊。对。他说如果早点发现吃药，对对对，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然后我当下真的是大概傻眼了2-3秒，觉得说，所以你就把这个责任承揽起来，自己处理。而让这个男生觉得开心就好，不要有负担，不要想那些。那万一怎么样，我会自己处理。我就想，你为什么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这样子的配合对象？你是爱他爱到怎么样？有需要就是让他觉得说，你不用担心，那个我都会自己处理，就是你放心来。我整个觉得为他好难过，可是他完全没有心疼他自己，对他觉得我觉得这个还好，就是女生可以自己处理掉，这个真的不用跟男生讨论或跟他谈那么多，不要给他压力。我整个觉得。你在说什么？可是我又不能跟他讲太多，因为我没有那么熟，我不想跟他说教。但是我就很想跟青少女或女生说，不要这样子，会不会觉得很心疼？对，应该要好好。可是他却觉得他自己这样子，你看，我是一个很棒、很独立的女性，我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你根本真没有很棒。他是非常自我感觉良好的这样讲然后我却觉得五雷轰顶吧，他觉得她是一个很懂事的女人。然后他体贴是不是很体贴？对，然后你完全不用烦恼这些，我会自己处理。他觉得是很稀松平常的小事吗？恋爱脑吧，不要自我感觉。可是每拿一次就是伤一次身体。对啊，所以他觉得这个伤，他竟然不觉得伤身体，他觉得没什么。我觉得他没有风险考量能力，他没有想到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没有想到手术，他想的就是吃个药，然后就是流。对，所以他觉得不用为了这个跟男生因为避孕而影响性生活。很伤那真的很伤所以你看，我就很心疼，可是我也不能说什么。然后这个男生就一直让他这样，因为你就这样讲了啊，我就坐享其成啊，不然呢？他就会觉得反正你这样我更轻松，更不用负责。我根本什么都不用想，对啊。然后呢，万一分手了，交下一个女友，这个男生会不会跟下一个女友说，我前女友都这样？哇，然后你现在跟我这样，把他养成。他被宠坏，对，可是我不责怪这个女生，我觉得这个女生一定是价值观上面是有被社会 PUA 的，会有一种你就是要配合男生，让男生觉得很开心才会被选择。他是一个受体，你知道吗？他不是一个主体，他是觉得我就是自己去处理这种事情，不要跟男生讨论，然后可是就是要负责让男生开心。我觉得他是矮化自我的，然后男生就是享受这个福利，所以我觉得我们也不要去责怪他或检讨他。
然后我觉得我们拍这个影片就是希望让更多的女生清醒，就是这个东西是你要保护自己的，然后为自己负责的，不要把这个责任丢给男生。子宫是你的，会怀孕的是你，好好保护自己哦，然后也可以借此辨识渣男哦。来问一下观众问题，你也听过因为意外怀孕而导致的鬼故事吗？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我觉得一定很多。然后说出来不是要骂男生，也不是要责怪这些女生，说出来是要警示，让更多的女生知道，真的不可以忽略了避孕这件事。然后我推荐一下30+到底要不要生小孩，如果你有犹豫的话，可以看一下这一集，还有生小孩前要讨论的事，以及离婚到底有多难啊。如果喜欢影片，欢迎订阅，也可以加入会员看更多影片哦。